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今麦《流浪地球3》造型曝光，脏脏包造型之下是国产科幻的真实觉醒。2026年3月1日，导演郭帆通过社交平台发布《流浪地球3》片场花絮。赵今麦饰演的韩朵朵以脏脏包造型惊艳亮相。这一造型不仅颠覆了观众对甜妹的固有认知，更以粗粝的末日质感、写实的角色成长线，成为国产科幻工业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。韩朵朵的造型核心可概括为脏妆加工妆加无滤镜3种特质。赵今麦面部被刻意涂抹黑粉，模拟地下城尘埃与辐射侵蚀的痕迹。灰黑污渍不规则分布于颧骨与眼窝，搭配暗沉的焦糖底色，形成脏而不丑的独特美感。这种设计并非单纯追求视觉冲击，而是通过妆容的不完美传递角色历经生死考验的沧桑感。深灰色做旧工装服采用耐磨面料，肩部与肘部有明显磨损痕迹，腰间挂满工具包与氧气罐配件。服装细节暗示韩朵朵从被保护者到执行者的身份转变，她不再局限于地下城的温室环境，而是频繁穿梭于地表废墟与太空舱之间，成为新生代救援队的核心成员。郭帆坚持原生直出画质，未对肤色、光影进行修饰。镜头中可见赵今麦毛孔粗大的皮肤质感、凌乱的发丝，甚至因长期佩戴防护面罩留下的压痕。这种去精致化处理，打破了国产科幻片对偶像化视觉的依赖，将创作重心转向角色真实性与世界观可信度。韩朵朵的成长线贯穿3部曲，其造型变化恰是角色弧光的视觉化表达。第1部2019，少女韩朵朵以浅色连衣裙、干净马尾造型登场，象征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。第2部2023，她换上功能性制服，妆容逐渐干练，暗示责任意识的觉醒。第3部2027，脏妆与工装的组合，标志着她正式接过移山计划的指挥权，成为与刘培强、吴京式、涂恒宇、刘德华式并肩的领袖。这一转变呼应着中国科幻电影的角色塑造逻辑，从视觉奇观驱动转向人物驱动。韩朵朵的脏妆不仅是外在符号，更是其精神内核的外化。她背负着前辈的牺牲记忆，在末日环境中淬炼出坚韧与智慧。流浪地球3的造型突破，折射出中国科幻工业的深层变革。过往科幻片常陷入末日精致症候群，主角即便身处废墟，仍保持发型不乱，妆容无瑕。而《流浪地球3》通过脏妆、做旧道具、真实光影，构建出可触达的末日生态。例如，韩朵朵的工装服采用回收布料制成，关节处因长期摩擦泛白。这种真实感让观众从视觉到心理全面带入。赵今麦为贴合角色减重12斤，并主动要求素颜拍摄。他在采访中透露，脏妆让我忘记明星身份，只专注于韩朵朵的恐惧、愤怒与决心。这种表演哲学，与好莱坞演员为角色蓄发、增肥的敬业精神不谋而合。尽管强调写实，影片并未放弃视觉奇观。韩朵朵的宇航头盔采用多层透明材质，内部凝结的水珠与外部沙尘形成动态交互。脏污妆面通过粒子特效模拟辐射尘埃的附着轨迹。这种科技加真实的融合，为国产科幻开辟了新路径。韩朵朵的造型突破，暗含对女性角色刻板印象的颠覆。传统影视中，女性角色常以精致妆容强化被拯救属性，而脏妆韩朵朵手持激光焊枪、攀爬行星发动机的画面，重构了女性在灾难叙事中的主体性。网友戏称的焦糖玛奇朵、煤球朵朵等昵称，恰恰证明观众对非典型美的接纳。这种脏萌感消解了性别标签，
凸显角色的人性光辉。《流浪地球3》通过韩朵朵的脏装造型，完成了一次对国产科幻美学的重新定义。它不再满足于视觉奇观的堆砌，而是以真实感为锚点，让观众在末日图景中触摸到人性的温度。正如导演郭帆所言，真正的科幻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用极致的真实去探讨人类如何与未来共生。这场去滤镜化革命，或许正是中国科幻迈向世界级 IP 的关键一步。